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我那几年坐出租车，不仅是跑车，有时也做代驾，就是有客人请去做司机，这种活儿不多，但一跑都是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。这其中就有那次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十分神秘诡异的湘西之行。那应该是2010年春天，万事万物刚从严冬中摆脱出来，正是春雨霏霏、烟气朦胧、生机勃勃的季节。一天，忽然接到我哥的电话，说他认识的一个老板想走长途，因为司机临时有事去不了，所以想请一个司机，就问我想不想去。说真的，虽然出租车司机天天跑车，但大部分都是短途，中间还能吃个饭，吹着牛休息一下怎么的。可是跑长途就不同了，要长时间开车，路途遥远，不熟悉道路环境，还不知客户好不好相处，所以我心里有些嘀咕。我哥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就说那个老板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为人很好相处，对待下属员工都很好的。今晚我和他一起吃饭，你也一起来吧，去不去到时再说。听我哥这样说，我也就答应了，心想先看看情况咋样。晚上，在一个酒楼的小包厢里，我见到了那个老板，40岁左右。我哥和别的人都叫他土哥，他是做酒代理生意的，代理着我们这地区几个牌子的白酒和红酒。这次他们出远门，就是为了联络客户感情，土哥亲自陪同几个销售量大的客户一起去湘西游玩。土哥说，他选择去湘西，一方面是因为那有张家界、武陵源、凤凰古城等优美的景区，另一方面是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，那边生意做得不错，他也想顺便考察一下，看能投资点什么。饭桌上，我看土哥很和善，就忍不住问土哥：“你们干嘛不跟旅行团或坐火车、飞机去？那多方便快捷呢？自己开车去时间长又比较辛苦。”土哥摆了摆手，有点哽咽地说：“不想跟旅行团去了，让人当牵线木偶一样扯来扯去，还要做冤大头，受骗挨宰。我不是出不起这个钱，是受不了这样的摆弄。”自己坐火车飞机也行，可是我们大包小包，还要去探望老朋友，这样太丢分了。土哥不愧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他明白我的想法，又说：“小波，你放心，我们这几个人都会开车，你实在累了，我们可以替一下，还有车上有卫星导航，你不用担心不熟悉路，到了当地还有我的朋友在那带路呢。至于价钱，200块钱一天，别的什么费用都不用你出，就跟着我们游玩就行了。”这个条件实在太友好了，可是我心里还有一点疑虑，就惴惴地问土哥：“听说许多跑过湘西的司机说，那边自古就有许多诡异的道术、巫鬼，还有路很险峻，不大好走。”土哥听了这不大高兴了，男子汉还怕这个？怎么闯世界？真要怕，就去大庙，我们这的土地爷庙请个灵符就行了。听了土哥这样说，我也暗自羞愧，自己有些胆小，就把这桩生意应承下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就做了些准备，等土哥定下出发的时间，不怕大家笑话，我还真去大庙请了几道出入平安、驱妖辟邪的灵符。再加上上次后座鬼影时请的几件宝物，一起偷偷带在身上。毕竟是出远门，到一个完全陌生，而且有那么多诡异传说的地方，还是有备无患的，是吧？不过说真的，我也不知是不是这些灵符宝物发生了作用，后来才使我逃过那惊险一劫。但现在想起，我还是很庆幸当时做了这些防护措施的。5天后的一个早晨，大概已经是3月底的时候，天气乍暖还寒，我和土哥一行5个人出发了。我们坐的是一辆7座的别克大商务车，空间宽敞舒服，虽然挺耗油，但跑起来比较稳定，适合跑长途。
我们选择的路线是从京珠高速公路进入湖南，先到长沙、韶山，再从常德进入湘西。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出游，又没有太多的约束，一路上大家的心情都挺轻松愉快的。土哥也不要求赶时间，叫我安全第一，所以我就安安稳稳地驾着车穿市过县出行。第二天的早上进入湖南境内，也不知是因为第一次到湖南，还是接触过一些灵秀的香妹子，感觉湖南的山山水水都透着一股灵气，心想有这样钟灵秀色的山川河流，难怪自古就是一个出帝王将相的地方。当晚我们赶到长沙，就住在五一广场附近。第二天起来，凭着地图和导航看了神秘的马王堆、湘江北去的橘子洲头，还有文气充盈的岳麓山，既新奇又有些感慨。特别是在马王堆，看到那个巨大的棺椁、数不清的奢华陪葬品，以及那具2200年前的古代女尸，心里的感觉十分奇异。凭着某些奇特的防腐技术，以及各种大自然的巧合爱护，这位名叫辛追的美人才得以保存2000多年，直到今天和我们见面。虽然是我们活着，她躺在防护罩里，可是如果再过100年，她可能会依然躺在玻璃罩下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可是我们却不知去哪了，所以也并没有什么高兴兴奋的感觉。第3天，我开车载着土哥他们继续去了韶山冲、滴水洞、花明楼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到了景区就饶有兴致地跟着别的旅游团听导游讲解，听到了不少关于毛主席的神奇灵异故事。当晚就住在湘潭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兴致都挺高，还喝了点酒。土哥有些醉眼朦胧地和我说：“小波，这几天你辛苦了。明天我们晚点起，接下来的路程就要进入湘西了，路上你要小心些。”我诺诺答应，心想这一路来都挺顺利的，也十分高兴轻松。第4天，大家借着酒意，睡到差不多11点才起来，吃了午饭就直奔常德的慈利县，从那里开始进入湘西的行程。这条路线是土哥的一个朋友建议的，说这样能看到湘西最原始古朴的景色，还会路过他所在的一个小县城。他在那里为我们接风。大概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我们到达慈利，加满油，检测了一下车的胎压什么的。我抬头看看四处远方，发现高耸的大山明显多了起来。我明白远处那些春雨迷蒙、影影绰绰的大山，就是神秘的湘西了。我有点担心地说：“土哥，再往前走应该就是爬山路了，到你朋友那还有100多公里，晚上走山路可能有点危险啊。”土哥毫不在乎地说：“没事，你开慢点就行了。我朋友已经准备好了酒，等我们呢。客户就是上帝。”土哥这样说，我也只能遵照他的意思了。于是我们就在春天有些冷峻阴沉的暮色中，沐着飘飞的细雨，继续进发。从慈利开出10多公里后，就正式开始进入山谷。那时才是傍晚，湘西山区里的景色真的是十分美丽。我们能看到险峻两山间一条清澈潺缓的河流和那些漂亮的鹅卵石，能看到那间在高耸大山上似乎与世隔绝的民居，能看到时不时有一小群白鹭从河上山间悠悠飞过，整个景色就像一幅年代久远的丹青山水画，令我们惊叹不已。土哥甚至有些神往地说：“娘的，这里处处透着神秘灵气，就像是世外高人隐居的地方啊！”可是我没有土哥他们那么好心情欣赏和感慨眼前的美景，我的全副精力都盯在路上了。那路实在是太险了，就一条窄窄的2车道，像一条小带子在大山间蜿蜒缠绕。有时我驶进一条路，两边都是几百米高的大山峭壁，路就像挂在峭壁上，旁边就是深深的悬崖河流，而且一路上几乎都是爬坡，在不断的爬山。
这样的路使我这个开惯平坦路的司机感到胆战心惊，更加小心翼翼。幸好一路平安无事，转眼就差不多到晚上7点了。我看看卫星导航，离土哥朋友所在的县城还有50多公里。路上，土哥朋友来了一次电话，问了位置，叮嘱到一个叫乌土寨的地方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我听到土哥在电话里问了朋友几句，然后神色有些凝重，叮嘱我小心开车，不要急，速度不要太快。其实那样的情况下，我也开快不了。那时湘西山区里已经完全天黑了，可能由于迷蒙细雨的缘故，到处飘散着一片淡淡的雾气，即使我开了远光灯，也只能照到20-30米远。原本路上偶尔还能遇见1两辆相会的车，现在完全看不到了。路边也见不到一户人家，只见到很远的大山上，有时会有一点小小的光在飘动，也不知是人家还是别的什么光。大山中渐浓的夜雾，黑沉沉的，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这一辆车，这几个人还在活动。这时不知是受这种静谧的环境影响，还是旅途劳累的原因，车上近来一片安静，一向健谈的土哥也没说话。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在呆呆地盯着黑漆漆的车外，仿佛在想着什么。我愈加小心地驾着车，不断地爬坡、下坡、转弯，在山间穿行。我眼睛不时地扫一下卫星导航，怕在这大山里一不小心会走错路。不过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担心有点多余，因为眼前走的这条路走了几十公里，几乎没有岔路。这时车上土哥他们似乎都打起了瞌睡，只有我自己打着精神在紧盯着路面。在卫星导航显示离目的地县城还有20多公里的时候，忽然我看到夜雾中的灯光一闪，前方出现了一辆红色的小车。那车的2盏尾灯就像一对红色的小眼睛，在前方隐隐约约的一闪一闪。我觉得有些奇怪，这辆车似乎是在等我们，因为照我的车速，它应该开得更慢。可我们的车一到，它就加速跑到前面了，始终和我们的车保持50米左右的距离。这时后面忽然传来土哥的声音，吓了我一跳。乌土寨到了吗？我看了看导航，刚刚已经过了。土哥似乎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不要急，很快就可以到了。”此时山间的雾气更重了，前面的车只能影影绰绰地看见朦胧的橘红色尾灯，车牌什么的都看不清。我也不敢超车，也不好跟得太近。就这样，2辆车在夜色中一前一后的在山路上穿行。就这样，我们这辆车跟着那红色的小车，大约有10多分钟，2车间一直保持着距离。那车就像在给我们带路一样，不急不缓地沿着山路前行。我再瞄一眼导航，此时离目的地只有10几公里了，心里有点纳闷，难道这车就这样一直带我们到那县城？正想着，前面出现了一个急弯，那辆车在前面慢慢转了过去，我也保持着车速跟上去转弯。可是刚转过那个弯，发现那车竟然就在20-30米远的地方，连车牌号都隐隐约约看得清楚，仿佛就在等我们跟上来。而我们一开来，它就继续前行。转过这个弯，就是一条挺陡的下坡路。由于那车在前面加上有雾气，我看不清这个坡有多长，有没有弯道。这时只有抓紧方向盘，紧跟着前面那辆车，在坡道上行驶了100米左右的时候，忽然那红色的小车缓缓向右边驶去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也后面慢慢地跟着。可就在那车暗红色的尾灯向右继续前行，仿佛要转个弯道，我正准备跟上的时候，我眼睛这时又下意识地瞄了一下导航，忽然发觉不对劲，因为卫星导航显示屏上显示这是一条直道，是没有右转弯的呀。就在即将跟着那车转弯的一瞬间，我选择了直行，而那车也很快消失在雾气中。
正当我庆幸没有跟着那车走错路的时候，忽然后面土哥声音响起来了，这车不对劲。原来土哥早没瞌睡了，一直盯着我开车呢。我随口回答：是啊，这车这么晚了，在山路上跟了我们10几分钟，开得挺不舒服的。不是这个，你没看到那车一直没踩刹车，刹车灯没亮吗？听了土哥的话，我心里一惊，细细一想，是真的呀。走了这么长的山路、弯路、下坡路，那车竟然一直是亮着的尾灯，刹车灯从没亮过。这时土哥又说了，我还模糊看到那车后面都掉漆了，是辆很旧的车，那可能是刹车灯坏掉了。听了我的话，土哥只叫我专心开，就再也没怎么说话。晚上8点30左右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土哥的朋友老周早已在一家酒店摆好了接风酒席，席间还有2个人一起陪同，其中一个据介绍是当地交警队的中队长，称为吴队。土哥和老朋友见面，难免一番热烈的客套寒暄，然后就是一大桌人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。酒过3巡之后，除了我做司机的没有喝酒，其他的人都有了几分醉意。老周本来就是我们的老乡，同一个市的，所以又拉着土哥他们似真似假地诉说着如何想念家乡，还有在那创业的艰难，幸亏有了吴队关照之类。说着说着，又讲到了湘西的风物，说张家界、黄龙洞、勐洞河、苗寨如何的神秘，如何的美。说到这，土哥有点开玩笑地说：“老周啊，我听说过湘西的路很险峻，今天可算是真见识了。一路上我可都是把心提到嗓子上啊。”老周摆了摆手，不大以为然地说：“路是很险，但你们没走过这路的，一般都没事的。因为第一次走湘西山路的司机担心安全，都会100倍小心，很慎重的驾驶，这样反而不会出什么事。你们来的路，我不担心这个，只是有些担心五土寨那段路。”我们听了都觉得有些奇怪。土哥就问：“你为什么在电话里那么紧张地叮嘱我在五土寨要小心？问你也不肯详说，我们过了不也是没什么事吗？”老周表情有点神秘：“没事就好，我是怕说了会影响你们的心情，这样更不安全。”我们一听好奇心就上来了，立即就要老周快说是怎么回事。这时老周呵呵地指着一边的吴队，叫他说吧，他可是本地的土著啊，正宗的土家族，他最清楚不过了。吴队也不推辞，他首先提了个问题，问我们对湘西主要有什么了解。土哥回答：湘西土匪，因为他以前看过《乌龙山剿匪记》，引得大家一阵大笑。土哥一个客户回答：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，因为旅行社经常去他那发宣传小广告。另一客户则说湘西美女，因为他认识一个台湾老板从湘西旅游回来，天花乱坠的吹嘘。还有的说湘西民族特产什么的。轮到我了，我其实对湘西一无所知，但吴队问到了，我只好随便回答。听说跑过的司机说湘西很神秘诡异，古时候有什么赶尸、苗蛊，现在也经常发生灵异的事。没想到吴队一听就说：对了，五土寨就是一个诡异的地方。我们这个县历史上属于苗族和土家族杂居，两个民族信奉的鬼神不同，可是就偏偏都选中了乌土寨这个地方作为敬奉神灵的地方。解放前，每年都要在那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做法活动，就是刀山火海、请神上身，还有就是苗族神秘的种蛊、放蛊等法术。有一年不知为什么原因，土苗两族为了祭祀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，乌土寨一带死伤了不少人，从此那里就诡异事不断，好像有的商队经过全部染病，没几个能活着回去，有的嫁来的女子忽然就精神失常，喊着令人惊悚的咒语，还有的牛不知怎么就忽然发疯，
自己跳到悬崖底下去。所以我们当地人都是对乌土寨谈之色变，全部避而远之。现在那里就是个地名，没有人家居住的。满桌子的人听吴队这么说都定住了，谁也不说话，就安静地听他继续讲。吴队喝了口水，又说：后来据我们这的老人说，乌土寨之所以发生这么多诡异的事，可能是当年那场械斗也引起了两族敬奉的鬼神之间争斗，所以使那成了一个阴邪之地。我们这土苗两族都全把那里当成禁地，连小孩都叮嘱不许去那里玩的。直到10多年前，因为修进湘西的省道勘探，选中要经过乌土寨，现在那里车来车往的才热闹些。听到这里，我们才明白了原因。土哥这时似乎斟酌了一下，然后说：吴队，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一辆车，挺奇怪的。小伯，你说说。我说着把遇见那辆红色小车的事说了。吴队此时脸上虽然因为喝了酒有些通红，但我们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他神色一变。他连忙详细询问我们遇到红色小车的地段和他离开的地段。因为当时我看了导航记得很清楚，就说在乌土寨前几公里遇到，过了乌土寨几公里，在一个下坡处，他右转离开。吴队听了脸色大惊，这条路从乌土寨一直到县城是没有岔路的，因为那一带方圆近10公里都没人住，还有下坡，那地方右边是个100多米深的悬崖。这回到我们大惊了，我和土哥面面相觑，那红色小车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掉悬崖底下去了？可是也没听到丝毫声音，我们明明看到他右转了。吴队又问：你们看到那车有什么特征吗？土哥连忙回答：隐隐约约看到尾号是97，前面有一个字母 D， 车还很旧。吴队听了细细想了一下，好像在回忆，忽然他一拍桌子大叫：这是一辆事故车，3个多月前从乌土寨坠到悬崖底下去的，车上的人全死了。当时是我亲自处理的现场，那辆车完全报废了，现在还在悬崖底下呢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刹那间感觉浑身阴冷阴冷的。土哥的脸色也有点白，难道我们遇上的是一辆鬼车？今晚就是专为把我们引到悬崖底下去的？吴队好像没注意到我们的表情，又接着恨恨地说：自从那红色小车事故后，在乌土寨的前后几公里的地方，已经先后发生了3起汽车坠崖事故了，都是在晚上。我为此还受到了上头的严厉批评。发生第2起事故后，我就和交通局联系，在乌土寨那设了很多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，可是好像是有某些东西故意引导似的，接下来的事故全都避开了那些设施，原来是这个邪祟在作怪。听到这一番话，土哥他们全都给吓得没半点酒意了。老周见到这样，连忙把酒席散了场，安排我们到酒店住下。据土哥说，那晚老周连夜从家里拿来一个形态怪异的小铜人，送给土哥说，这是请湘西最有名的道士做过法的辟邪之物，叫我们一路上一定要带着好好收藏。湘西之行的第1站就遇到这样怪异恐怖的事，着实让土哥一行人吓得不轻。第2天起来，我们跟着老周草草考察了他的民族工艺品厂，就是专门生产各种各样的工艺品，批发给旅游区，再卖给游客的。土哥也没多大心思听老周讲的那些发财经，其实大家都心想，在这样充满灵魅诡异的地方，能保住不中邪都不错了，哪还有心思发财呀？老周也明白我们的心思，所以中午简单吃了些饭后，带着老周送的一些工艺品，我们就启程前往下一站。这一路上吸取了乌土寨的教训，我开得更加小心，幸好一路无事。于傍晚时分到达了一个湘西边陲古城，这个古城位于逶迤美丽的沱江边，在大山簇拥交汇处，坐落着错落有致的吊脚楼、旧宅院、
古城墙，这里古时称为五溪苗蛮之地，人口以苗族为主，在方圆几十公里内散布着大大小数百个苗寨。据说清朝和民国时期，为了控制这里的苗人，曾发生过很多次血腥的征战屠杀。自古流传下来的血性，使这里的苗民都有一股剽悍之气。进到古城里面，我们明显的感觉是，古城都已经不是纯粹的古朴了，沾染上了许多现代的气息，好像原来安静古朴的吊脚楼下面隐藏着一间间的酒吧，不时传出低沉的慢摇声，一间间装饰一新的客栈，却掺杂着不同的风格，有些不伦不类，只有偶尔晚归。走过街上的一些老苗民，穿着古朴的苗民服装，才真正让人看到些古老的味道。在古城接待我们的是土哥的另一个朋友，叫老林。老林开了一家宾馆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据土哥说，每到旅游旺季都客似云来，生意很不错。接待酒席上，老林热情得不得了。他说，土哥以前在困难的时候帮过他，心里十分感激，所以一定要在古城玩个尽兴。被老林的热情感染，我们也慢慢消除了在乌土寨遇到的恐怖灵异阴影，心情变得轻松起来。吃完饭，安顿好房间行李，老林安排我们去看了当地的一个苗族篝火表演晚会，演的是上刀山、下火海，最后是一大群披散长发、白衣白脸、吐着血红舌头的尸体，在一个道士的带领下进行赶尸，看得让人惊悚不已。开车回酒店的路上，大家都为奇绝的苗族巫术文化所惊异，在想到乌土寨遇到的事，心底不禁骇然，都不怎么说话。老林见到我们这样就很奇怪，问为什么不喜欢看？这可是来古城最受游客欢迎的节目之一呀！大家来湘西不都是奔着看这些奇异的东西来的吗？土哥不忍服了老林的好意，就把我们在乌土寨遇到的事说了。老林听了也是惊诧不已，他说，来到湘西这么多年，听到过很多奇异的事，却没怎么遇到过。因为随着旅游开发，高速公路、铁路修进湘西，苗土族的年轻人都渐渐抛弃了许多本族的传统。那些曾经奇幻的巫鬼神术早已被现代文化所代替，只有在很偏远的村寨，或很老一辈人，或单纯为了表演才能够看到。还有那些什么草鬼放蛊之类的奇术存在了。第二天，可能是考虑到我们的心情，老林安排了一个员工小邱。小邱是古城当地的苗族人，带我们游览了城内的许多景点。有清朝时驻扎此地官员的宅院，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城楼，有人工开发的桃花岛。小邱还带我们品尝了当地有名的美食，喝了苗家米酒，坐在充满苗家风味的酒楼阳台上，悠闲地看沱江上游客熙熙攘攘，来来去去，那闲适的感觉就像处在东篱南山之中。在带我们游玩的时候，小邱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他们苗族的事。他说，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，有5000多年历史，尊奉蚩尤为始祖。由于上古时候与炎帝作战失败，蚩尤的后人流落到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间，慢慢就演变成苗族。千百年来，由于一些地区的苗王拒绝中央政府的管辖，苗族人一直都过着刀耕火种、自足避世的生活，也曾因此发生了很多次苗民与当时统治者的冲突。小邱也了解我们最喜欢听的是关于他们苗族的巫蛊等奇异的事，就说历史上苗族由于民风比较彪悍，经常处于被讨伐的地位，加上和中原文化的交融比较少，所以就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，极力想营造神秘邪异的表象，这样既能激励苗民，也能吓退敌人。不过传说中的草鬼巫蛊，据传是从蚩尤时一直流传下来的，十分神秘。我是年轻一辈，也说不清是有还是没有，只听说蛊术是只有女人才能施行的，
很邪恶，现在已经几乎失传了。末了，小秋说明天带我们去乡下看一段苗族防御入侵的苗疆长城，顺便看一看旁边一个湘西最大的苗寨。早上起来，老林一早过来，抱歉说有事没空陪我们。他问了问小秋今天的安排，小秋说去看苗疆长城，然后去苗王寨。听到苗王寨，老林表情有点不大高兴。他说苗王寨还没开发，听说那里邪气挺重的，你带客人去那干嘛？苗王寨今年在搞旅游开发了，我叔还是那的村长，应该没事的。我们这那么多苗寨，就属苗王寨最大，最多东西看。小秋底气不大足，不过还是辩解一下。土哥看到老林不大高兴，赶忙过来打圆场。老林，我们到这不就是想看最好的景吗？小秋是本地人，带我们去，没事的。老林脸色缓和了些，却还是说，土哥你不了解，苗王寨是以前苗族最大头领苗王住的地方。清末军队镇压苗民的时候，在那杀死了好多人。我听本地一个法师说，不仅当时苗民被杀了好多，攻打的清军后来也得怪病死了好多，所以说很邪。没想到土哥却是一个不大信邪的人。他说：“呵呵，老林，没事，我们就去看看，不乱说不乱动，不会这样就中邪吧？再说，我还真想看看苗王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呢。”老林见劝不动土哥，就叫过小秋叮嘱要小心，然后他就告辞忙别的事去了。小秋带着我们驱车10多公里，先看了苗疆长城，就是一大段石头筑的城墙堡垒，不大壮观，却挺古朴。他站在城墙烽火台上，指着东南方给我们看，说那就是苗王寨。我们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远远的一座大山上，隐隐约约坐落着一大片寨子，几乎占据了半座山。从远处看去，觉得没什么特别，可又隐约感觉有些别样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小秋就带我们去苗王寨，从烽火台上登高远眺。苗王寨好像并不远，可是走起来却差不多有6、7公里，而且到剩下差不多2公里的时候，就是蜿蜒的山路，车子无法前行了，所以我们一行人只好下来步行。走没多远，只见一个穿着苗族服装的中年人，大概40多岁左右，带着几个满是银饰盛装的苗家青年男女下来迎接我们。小秋连忙介绍说，这就是我叔，是苗王寨的村长。今天他们知道你们要来，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因为苗王寨比较偏僻，开发的晚，很少游客到，他们是把你们当稀客、贵客，等下有我们苗族最隆重的欢迎礼仪的。村长一眼看上去就是个非常厚道朴实的人，他不停地说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的路还没修好，让贵客走一段山路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看他那歉疚的样子，我们都感觉心暖暖的。毕竟这种泥土一样的朴实，已经像未开发的苗王寨一样越来越少了。我们一边和村长他们寒暄着，然后沿着脚下的石板路向苗王寨走去。趁这机会，我认真打量了一下苗王寨的地形环境。寨子是依大山而建，从山脚由低到高逐级而上，一路上都能看到不少堡垒关卡。小秋介绍说，这是以前苗王寨防备外敌入侵的防御堡垒，现在当然废弃了。寨子的周围都是密密的树林，两边是陡峭的山崖，一眼就能看出当年是个十分险要的地方。终于我们离寨子越来越近，这时就发现这寨子有点怪异。原来整个寨子的所有城墙、房屋都是用黑沉沉的条石、块石建成的。小秋说，这也是当年为了防御才这样建的。据说寨子下面还有苗王的密室和地道，可是一直没发现过。在寨子的门口，村长组织苗族村民敲锣打鼓，还捧上蓝门酒，热情地欢迎我们。虽然气氛很洋溢，很热烈，我却总有点感觉不大舒服。
因为那些用大石垒成黑黢黢的高大城墙门楼，总给人种年代久远的压抑感。那些高高的箭垛和黑洞洞的瞭望口里，总感觉有什么在对我们窥探。还有除了迎接的人外，远处观看的人脸上表情更多是漠然。整个寨子古朴中透着一丝隐隐的诡异。本来大家一起跟着村长和小秋，一边走一边饶有兴味地看着苗王寨里各种古老而新奇的东西，谁也没发现队伍中土哥的客户刘豪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。这时大家有点慌了神，土哥赶忙拿出手机打刘豪的电话，没想到一直是无法接通。村长和小秋更加着急，难得几个客人来旅游，竟然一下子不见一个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。他们也急得团团转，急忙叫村里的人去帮忙寻找。我们帮不上忙，只好回到村长的家里等。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还是没有消息。这时天色越来越阴沉了，土哥不禁十分气恼，带着怒气地说：“刘豪这家伙，我就知道他是个惹事精，本来不想带他来的，他却死缠烂打跟着来，这下可好了，不知是不是被苗鬼抓去了。”从土哥的口中，我才慢慢了解到，刘豪是我们那一个酒行的老板，却不是个正经的生意人。他什么勾兑假酒、囤积走私、放高利贷，正当不正当的什么都做，行业里的人都私下叫他刘赖，可大家都不想惹他，因为他爹是我们那酒类专卖局一个的头头，掌握着酒业审批检查的实权，所以本来他业绩不怎么样，可是土哥看在他爹关系的份上，就把他带来了。可是骂归骂，怨归怨，此时大家心里都是着急万分。刘豪究竟去哪了？迷路了？故意躲起来恶作剧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？眼看天色更加阴沉，乌云成堆，山风渐起，一场春季的雷暴雨正在酝酿。此时只有希望村长和小秋他们赶快找到刘豪。可是等了1个多小时，气喘吁吁跑回来的小秋满脸沮丧地说：“把全寨子的人都发动起来了，还是没有找到。”这时土哥似乎想到什么，有些不满地问：“苗王店找过了吗？”小秋一愣，连忙不断地摇头：“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去那的。苗王店那的入口，我们全都用石头木板封禁起来了，狗都进不去的，那还能去哪？会飞天上去吗？”这时村长也赶来了，后面跟着几个村民，他满头大汗，也觉察到游客的神色不对，连忙说：“我已发动全寨子的人去找了，可能那客人一时迷了路，在寨子里总会找到的。我们看村长带的那几个村民都是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应该也确实尽力去找了。可是时间已经是晚上过7点了，天上开始掉下豆大的雨点，远处还传来隐隐的雷声。土哥这时心情焦躁，发狠说：“再找不到，我们就只有报警了。”村长听了大惊失色，连说：“不行，如果报了警，那苗王寨的声誉就全完了，以后的旅游开发也别想了。还有，如果出动警察，肯定要搜索全寨，包括神秘的禁地苗王殿。这个责任他也无法向全寨老幼交代。”最终村长恳求再给他们1个小时的时间，小秋也恳求土哥先不要和老林说这边发生的事，他们会尽快想办法找到刘豪。看到村长和小秋苦苦哀求的样子，土哥也心软了，毕竟他们都是一片诚意，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不过土哥提了条件，叫我和他们一起去找，而且如果找不到，就必须要到苗王殿去找。村长还是觉得很为难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最终他咬牙答应了土哥的要求。很快，村长再次把全村能召集的人都叫到了一起。我们一看，只有不到100个人，而且大部分是老人、妇女、小孩，根本没几个青壮年。所有人都披起了挡雨的铺衣，有的带了手电，有的还带着进了桐油的火把，以备天完全黑的时候用。村长用苗语在和村民们说话，
从他的表情和手势来看，就像在动员队伍出征去打一场恶仗，感觉竟然有些悲壮。这时，小秋在一旁语带悲哀地给我们翻译。村长这是在向村民们解释，要大家一定要找到刘豪，实在找不到就要开进苗王殿，因为这关系到寨子的声誉，请大家不要怪他。然后村长就开始布置，叫谁去哪边，谁去这边，以苗寨的一种牛角号联络，发现什么情况立即吹长号。半个小时后，如果找不到，就到正面山脚的苗王殿前集合。听了村长这样部署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，因为我看过书，知道古时候苗人吹牛角号就是用来发起冲锋、征战厮杀的。可是让一个无赖刘豪弄得这些善良的人们万分惊恐不安，我心里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由于小秋和我比较熟悉，所以他和我即令2个村民一组。就要出发的时候，土哥一把拽住我，从随身挎包中拿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。我一看，正是在乌土寨的时候老周送的那个辟邪小铜人。土哥低声叮嘱我要跟进苗人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打他手机，如果情况不对劲，他就马上联系老林报警。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村民们立即四散，冒着雨到寨子里去到处寻找。我也和小秋披着布衣，打着手电筒，一边喊着刘豪的名字，一边一间间的去找石房子，还有那些下水道或偏僻的地方。时间很快过去20多分钟，正当我们一无所获、灰心丧气的时候，忽然寨子的西北角的夜空传来一阵凄厉而低沉的长长牛角声。小秋立即带着我向寨子的西北角跑去。等我们循着声音来到一个有些偏僻的石头房前时，村长已经和许多人围在那里了。我听到里面很多人声，有的在叫喊。我连忙和小秋挤进去，却没发现刘豪，只见到一个老妪躺在房子里的地上，几个村民围着在救治叫喊。我听不懂苗语，看看小秋，却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大对劲。我连忙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回过神来，有些惊慌地和我说，这老妪是寨子里最有名的草婆，已经90多岁了，她被人打晕了。还有他一个经常带在身上的铜盒不见了。我吃了一惊，这时才发现地上躺着的老妪穿着与别的村民明显不同，身上披着一件很奇异的长袍，还有房里的摆设有许多古怪的坛坛罐罐。难道刘豪的失踪和眼前这受伤的老妪有关系吗？这时村长也慌张地来到我身边，又惊异又担心地说，看来那位客人肯定来过这了。这老妪是我们寨子以前最有名的草婆，擅长放蛊做法。她那个从不让人看的铜盒子里，据说养的就是毒蛊。这草婆无儿无女，平时从不与人来往，幽居在这石头房里。以前曾有人夜里看见过她偷偷去苗王殿。刘豪怎么会和这草婆扯上了关系？难道是他打昏了草婆，拿走了铜盒？可他现在又去哪了？村长立即叫人把草婆房子里里外外全找了个遍，可是并没有刘豪丝毫的踪迹。村长满脸是焦急和沮丧。这时候我隐隐发现了草婆的房子有点特别。苗寨的大部分房子都是横排竖列，很有规律，可草婆的石头房子却是在整个寨子的西北角，明显是斜着朝向正中苗王殿的方向。而且估计直线距离苗王殿并不远，最多也就200-300米。村长这时看再也瞒不了什么了，才说像草婆这样的房子一共有4间，均匀分布在苗王殿的前面。当年分别是苗王寨4个据说最有法力的巫蛊师居住，起着护卫苗王的作用。后来另3个巫蛊师都先后老死了，现在就剩下草婆一个了。听村长这么说，我立即问，那草婆这间房会不会有通向苗王殿的暗道？村长垂着头低声说，很有可能，因为有人看到草婆深夜在苗王殿那一带出现过，可是这暗道谁也不知道在哪。
其实这时在场的人都大约明白了，刘豪很可能是误闯入这房子，见到草婆那古老的铜盒起了贪念，没想到被草婆发现，他就打昏了草婆，然后慌不择路地从闯入暗道进了苗王殿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更合理的解释了。现在要找刘豪，就必须进入苗王殿。村长也明白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他冒着大雨，再次把全寨的村民集中在进入苗王殿的主要封禁路口前，亲自带头用斧头劈开了封禁的木门，又叫村民们搬去了挡在路口的大石，露出了不远处淹没在黑暗中苗王殿那黑出区的巨大影子。这时天上下着不大不小的雨，还不时晃过一两道闪电。村长回过头来，悲戚地对着村民说，叫大家不要怪他，因为客人的生命和寨子的声誉比那些古老的禁令重要。大部分村民都明白村长的苦衷，沉默着同意了村长的做法。可是有一位年老的村民颤巍巍地拦住了村长，在雷雨声中大声地和村长说了一句什么。村长的神色马上大变。小秋告诉我，那老人和村长说，今天3月初9是苗族传统的元魂日，传说这一天地府的恶鬼全要出来，惩罚对神灵不敬的人。几十年前，每到这个时候，包括草婆在内的4大古尸都要做法为灵，全寨的人焚香献身拜祭。后来因为文革破四旧等原因，这风俗才慢慢废除了。可是年长一辈的村民还是记得很清楚。村长踌躇犹豫，可是最终还是咬牙劝开了拦阻的老村民，点了小秋。还有几个身体比较健朗的村民，拿着手电和备用的火把，就要进入苗王殿。我看他没叫我，就连忙说我也要去。村长十分为难地说，这是我们寨子的禁地，外人是不许进去的，你留在外面等消息好了。说完就要带着人进去，可是这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。除了小秋，村长点的那几个村民都惊恐万分，面如土色，说害怕蛊毒恶鬼，怎么也不肯进入苗王殿。这时我再次提出要一起进去，村长很恼怒村民们的胆怯，一气之下就带着我和小秋越过那道封禁，顶着雨和电闪雷鸣，向半山腰处的苗王殿走上去。我们3个人披着布衣，打着手电，越过封禁，沿着巨大的长条石阶拾级而上。抬头望去，大概100多级石阶的尽头就是黑暗神秘的苗王殿。鹰极电筒的光穿过雨幕照得并不远，可是一走进这封禁了近100年的地方，我还是感觉到了隐隐令人恐怖的寒意。我看到从石阶一直到苗王殿前，到处都长满了密密丛丛、半人多高的野草荆棘。我们不得不很费劲地拨开前进，在一些没被野草覆盖的石阶石板上，到处可见大片暗褐色的斑块，很明显是血的痕迹。雨中的闪电不时一晃一亮，不知是不是心理的作用，远近的草丛似乎都隐藏着什么随时会跳出来的东西，让人惊悸不已。村长口里一边不停地念着什么，似乎是祖宗保佑、仙灵饶恕之类的，一边抖抖索索地带着我和小秋向苗王殿走近。走了10多分钟，我们渐渐接近苗王殿，只见这是一座石砌的巨大殿堂。进来之前，小秋已经告诉我们，这里有苗王住的地方、议事的地方，还有供奉仙灵和祭祀做法的地方。依山而建，有一排7、8间高大的石头房。厅堂正中央的房子挂着一个黑乎乎的牌子，看不清内容，但可以猜到这肯定就是苗王殿。我们3个人站在苗王殿前，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，就先扯开嗓子大喊刘豪，刘豪。可是在空旷的苗王殿前，这声音显得很渺小，一下子就被雷声雨点冲散了。正当我们垂头丧气，思量着是不是要逐渐进到苗王殿里去寻找的时候，忽然小秋神情紧张地叫起来，你们听，
什么？刚才我似乎听到有人的叫喊声，我和村长都吃了一惊，连忙竖起耳朵认真听了一下，却什么也听不到。小秋急忙辩解说：“刚才我听到了，是一个男人的叫喊声，可是声音很小，听不到喊什么，也听不准是从哪儿发出来的。”村长说：“那很有可能是客人在喊救命，我们快去找。可是眼前的7、8间石头殿堂，该先找哪一间呢？我们准备从左边开始，一间一间的找。”就在这时候，一个隐隐约约的声音从眼前的房子里悠悠地飘荡出来。这次我们全都听见了，的确是一个男人的叫喊声。那声音不大，断断续续，可是却无比凄厉，好像一个人濒死前的惨叫。村长、小秋和我同时惊变了脸色，都把目光投向正中的苗王殿，因为我们都感觉到声音就是从那里面发出来的。我们摸黑走到高大的苗王殿门前，通过手电筒看到殿的入口处竟然还有一道封禁，用木板钉得密密实实，而且这道封禁上面画了很多朱红色的符咒，在符咒的最顶端还画了2个面目狰狞的神鬼像，似乎这是一道镇妖邪的咒符。在这封禁前，村长又犹豫了。可是此时，那细若游丝的凄厉叫声又再次响起。这次因为我们就在门前，可以确定无疑就是从苗王殿里面发出来的。事情紧迫，村长终于下定决心，从腰间抽出斧头，使劲劈开了这道已经十分腐朽的封禁。苗王殿门打开的一刹那，一股霉潮腐烂的气味从里面冲鼻而出。我们连忙点上带着的桐油火把，以防里面缺氧，或因年代久远有毒气积聚。小心翼翼地跨进店里面，发现里面面积十分大，大概有200-300平方米，但里面几乎是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些石桌石椅。很明显，清末那次惨烈的攻打苗王殿之后，这里就被整理搬空了。我们举着火把，打着手电四处寻找，可是整个苗王殿几乎是一目了然。正中央一张大大的石椅，应该是当年苗王的王座，下面也是一些小点的石椅和石桌，可以看出来是当年头领议事坐的地方。除此外就是满地的灰尘、蛛网，还有腐烂掉在地上看不出原形的帆布器具之类。这些我心里很纳闷，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大殿，会有什么灵异恐怖的地方？当年为什么要层层封禁呢？还有那个凄厉的叫声，究竟是哪传来的？会不会真是刘豪？和我同样不明白的还有村长和小秋。我们站在苗王殿的大厅里面面相觑，在那种诡异恐怖的气氛中，也不大敢说话，短时间陷入了可怕的沉寂。可是这短暂的沉寂很快就被打破了，那个凄厉的声音再次响起来，这次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就是从这大殿里发出来的。但叫的声音像是在喊什么，我听不懂。可是我看到村长和小秋似乎是听懂了，他们2个显出恐惧万分的表情。小秋惊恐地抓住了我的手，额头上因惊吓而渗出了细细的冷汗。他颤抖着说：“这是苗语，他在喊要杀死我们。”在此时，村长已经是面如土色，能看出他眼睛里溢满惊恐，失态的大喊：“苗王显灵了！”说完就跪倒在地上，对着苗王的石桌不断磕头，磕了好几个，马上起来拉起小秋就要往殿门外跑。他几乎要给吓崩溃了。如果那一刻真的让村长跑成了，我们的湘西之行可能就要酿成大的新闻事件了。可是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刻，那个声音再度响了起来，这一次却轮到我大惊失色，因为这一次那声音用的不是苗语，而是汉语，杀杀杀。这个恐怖的声音不是很大，也弄不清楚从哪发出来的，在整个大殿里不断回响。我一把拉住就要逃跑的村长和小秋，大声对他们说：“别跑，这是刘豪的声音。”
是的，虽然这声音很凄厉、很诡异，虽然用的是不大纯正的国语，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，因为那声音里夹杂着我们那地方的独特乡音。这不是刘豪还是谁呢？村长和小秋听到我喊，几乎要迈出店门的脚惊疑地停了下来。不一会，那声音再度响起。这回我们明白了，这都是同一个声音，是刘豪在用苗语和汉语轮着叫喊杀。一时我也没多心思去想刘豪这家伙怎么会说起苗语，赶紧拉着村长他们寻找声音的来源。村长和小秋听到不是苗王显灵，被惊吓飞到半天的心才慢慢回归原位。我们连忙打着火把手电四处找，找了好一会，才发现声音来自苗王座的下面。小秋趴在地上听了好一会，确认声音就来自下面。很显然，这王座下面应该就是当年苗王的密室了。可是那王座是石质的，沉重无比，还有地面也是石板，怎么能下去呢？我们着急地围着石座转来转去，希望会有什么机关，一碰就开。可是除了沾了双手黑黑的灰尘以外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我急了，拿过村长带来的沉重铁斧，四处敲敲碰碰运气。可能是年代久远的缘故，石座后面的一块石板被我一敲之下碎成了几块，一扒开下面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来。我们连忙用手电照进去，只见一条石阶斜斜地通向下面，却看不清里面有什么情况。到这一步，我和村长、小秋都顾不得害怕了，赶紧先后慢慢地爬进洞口，依靠微弱的电筒亮光摸索着前进。进到洞里面，等外面的空气渐渐进来了，我们再点亮火把。这时眼前的情景让我们目瞪口呆。只见这个洞应该是在苗王殿的下面，依山石挖成，里面的面积一点也不比外面大殿的小，但景象却一片狼藉。只见地上有很多打翻的铜盆、铜灯盏等用具，几张石桌椅翻倒在地，东倒西歪。最骇人的是，还发现了好几具骸骨。从未腐烂完的服饰上看，既有苗民的，也有清兵的。看到这里，我们都大概明白当年发生的事情了。在清兵攻打的时候，苗王急忙逃向苗王殿的地道，可是却被清兵紧随而至。紧急中他逃进洞里，可是追来的兵将也追进了洞里。苗王关闭洞口，想和手下杀死清兵，然后在里面躲过一劫，可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同归于尽。我们粗粗查看了地下的那些骨骸，似乎并没有苗王的。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刘豪，于是就打着火把四处找。就在我们分开找的时候，忽然小秋找的那边传来一声充满惊惧、绝望的大叫。我和村长跑过去一看，都被眼前这一景象吓得呆住了。只见火把那不断闪烁的光里，可以看见洞的西北角洞壁旁站着一个人，他背对着我们，身上披着一件残破不堪的长长袍服，头上还戴着苗族那种头饰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。我刹那间感觉呼吸都要屏住了，那种阴冷的感觉从头凉到脚。这个难道是苗王？他还魂了？还没死？我们正惊恐几乎要冻住的时候，那人忽然又大声用苗语叫喊起来，右手还一边挥舞着一把几乎快锈蚀的看不出原形的似刀似剑的东西。看到这我明白，他就是刘豪无疑了。这么多人找他，他竟然还在这装神弄鬼。我心里蹿起一阵怒火，跑上去对着他大吼：刘豪，你装什么疯？一边就伸出手去拉他。看到这，朋友们应该明白土哥为什么一定要我跟着来了吧？因为他知道刘豪是个无赖。村长、小秋他们碍于他是客人，可能会拿他没办法，但我来就会好办很多。正当我手几乎要拉到刘豪胳膊的时候，他忽然猛然转过身来，我一下吓了一跳。没错，他是刘豪，可是却满脸狰狞可怖的表情，脸色绛紫，眼睛通红，好像不认识我似的。他转过身来，我才留意到
他的左胳膊下还携着一个暗红色的铜盒，这应该就是他从草婆那抢来的。正当我怔了一下，准备再次上去扭住他的时候，忽然他携着的那个铜盒一下打开，一阵绿色的烟雾喷了出来。旁边的村长和小秋看出不对了，大喊：“是毒蛊！”说完就想上前来拉着我跑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那烟雾霎时就沾满了我全身。村长和小秋看到这样，连忙什么也不顾了，连跌带爬的扭头就跑。那一刻我蒙住了，我从没碰过毒蛊，不知是怎样的，沾上了会有什么后果。可是等了一会，我并没有丝毫的不适，而刘豪还站在那瞪着我。我血性一下上来了，也不管他什么蛊不蛊的，扑上去一把把刘豪那破帽子和长袍扯下来，拖着他就走。奇怪的是，刘豪好像完全没了意识，虽然嘴里还是在喊着杀杀杀杀，却任由我扯出了苗王殿地下室的洞口。我一口气把刘豪扯出苗王殿的大门，刘豪一下子像失去了骨头一样瘫倒在地。这时我也看到山下隐隐传来了很多手电光和人的喧闹声，肯定是村长、小秋他们搬救兵来了。霎时间我也瘫坐在地上。后来刘豪被紧急送往古城人民医院，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，建议要送往更上一级医院抢救。可是当时一个老医生阻拦住了，因为根据他多年的经验，这非常像是中毒蛊的症状，如果路途遥远的送到上一级医院，可能会耽误救治，而且也不一定能完全治愈。老林听了，连忙派人请来当地一位很有名的法师。那法师到医院一看，再听我们一介绍，脸色大变，说刘豪中的是传说中最毒的苗王蛊。由于老一辈大都老去，现在已经基本失传，湘西地区无人可解。更为可怕的是，看症状，刘豪还同时被两个鬼魂所附身，一个应该是当年的苗王，另一个应该是当年追杀的兵将，所以才会喊出不同的话。听了法师的话，在场的人都感觉事情严重了。没想到刘豪的一时贪婪，竟给自己惹来杀身大祸。现在连现代高明的医术都无法可解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时那法师沉吟了一会，说他从小就听说过苗王寨的故事，听老一辈法师说，因为苗王殿里的毒蛊和厮杀的凶魂太厉害，使苗王寨出现了很多人畜横死的异象，所以后来才请人封禁住的。据传当时封禁请的是贵州一带的苗王法师，因为他们那的苗族传统更古老正统，法力更强。现在如果能请到那的法师，或许会有解。听了法师这么说，土哥、老林他们也再无他法了，连忙请人前往贵州寻找有名的法师。幸好古城就在和贵州交界处，很快就请到了一位。那天晚上，法师在老林家替刘豪做法的时候，我和土哥都围在不远的地方看。法师念咒做法，将生鸡血涂抹在刘豪的全身，最后在刘豪赤着的上身和额头上，用明黄朱砂画上了许多奇怪的符咒。我细细一看，不觉一惊，这些符咒和苗王殿门口的封禁符咒一模一样啊！上面还画了两个奇异的神兽。说来也是奇怪，法师做法后，刘豪第二天就慢慢醒来了，只不过很虚弱，还说不出话。这里还得补充一句的是，其实村长和小秋都早把我被铜盒喷了毒物的事和法师说了，可是法师看了我，却一点中蛊的迹象没有。后来我从挎包掏出那个辟邪小铜人，才发现本来锃亮暗红色的铜人，竟然全部变成了深绿色。原来是这个小铜人使我逃过一劫。刘豪身体好些，能行走后，土哥他们再也不想逗留多1分钟了，买了机票，全部直接飞回去，由我自己开车慢慢返回。刘豪后来在我们的再三询问下，也吞吞吐吐地说了那天发生的事。原来那天他在队伍后面好奇地东张西望，忽
忽然看到一户村民家房顶上挂着一种香气很名贵的药材灵芝，于是他就趁没人偷偷爬上去想拿一点。没想到在房顶又无意看到不远处草婆的房间里，隐约能见到一个很古朴的铜盒，似乎像个值钱的古董。这时他贪念大起，也顾不得跟上队伍，自己偷偷摸摸想去拿了铜盒就跑。可是却没发现鬼魅一样的草婆就在旁边盯着。惊慌之下，他把草婆用力甩得撞到墙上，昏倒在地。当他想夺路而走时，却发现来时的路竟然完全变了，找不到出去的路。他抱着铜盒在黑暗中乱窜，慢慢在一个不知什么地方晕倒。后面的事情他就完全没有意识了。